细节为王的新娱乐圈，破圈就要有耐心，入人心，放高清。就像幸福到万家4集过去了，在万家庄发生的很多事情依旧不是黑白分明，那么容易分得清、说得明的，在不同的视角出发，永恒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之，吃瓜客总能感觉到，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处理矛盾的，事态由纠纷去推动，而不是按照观众的想法来走剧情。这感觉很代入，也很迷茫。它不是那种以前经常看的特别是非分明的爽剧，因为它是现实主义作品，所以真的让人思索良多。赵丽颖所代表的农村女性，在困境下想要找到出路，真的很难。难的就是要带感。王炸姐姐带出的提示，明晃晃，王炸弟弟王一博也注定受用。冲突是精彩电视连续剧的硬核所在，纵使平淡如水的生活，也是有血有肉的存在。所以幸福到万家的和幸福，如果选择了如水而没有血肉的话，那整部剧就会立马少了那些特别容易引发共鸣的有趣灵魂了。同理的，经济水平大幅度增长的新农村，现实的文化水平和法治观念依旧远远没有跟上大跃进的新农村的物质步伐，因此深层次的矛盾在浅层次的冲突下愈发撕裂，不可收拾。而且呢，更加匪夷所思的是，纵使这个经济水平大幅度增长的新农村，照样留置还原了大量落后的物件，这些历史的记忆不容易抹煞，因为它们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得不说，幸福到万家的剧情当中，撑起场面的那些穷人，真的是从心理上到物质上都是逼真度、还原度超高的清一色的穷啊！话说，这部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09年的农村，还处于新农村的发展阶段，因此那个时期谁家结婚都是村里的大事，必须把牌面给足，还得讲究吉利。接新娘的车队要双数，车上都绑着冲绸带，能有大彩电就已经是很不错的嫁妆了。于是乎，故事的开场其实就是女主在农村橙色999的婚礼现场，一片新农村的热闹，人来人往，都在桌前等着吃大锅饭。放眼望去，全是满满的烟火气，从高拍到低摄，都是真实到肚子饿的农村流水席场景。仔细观察的话，赵丽颖的婚礼现场，露天的桌椅板凳居然还都是木质而且发旧的那一种，桌上的碗筷也是超级廉价的款式。但是呢，话说回头，人可不少，毕竟礼金都花了，都会拖家带口想要吃回本的。说真的，这种农村吃席的大红场面，不用说话，都已经狠狠地带入了每一位看官的感官了。夸张的还原还有很多，例如在农村地位最高的就是伪光正化身的村干部了，在婚礼上能有这些领导干部致辞的话，简直就是一种蓬荜生辉的红色光荣。尤其是像和幸福嫁入的王家，就是这样一种连大气都不敢吭的外姓小户人家。于是乎，结婚这种大事更得要上杆子去巴结村干部的。要知道，2009年的农村不像如今的新农村那么富裕，所以呢，大量的细节都被真实的特写彻底的还原了，包括和幸福家里面极尽寒酸的厨房的摆设，例如地上堆着木材，墙面上一块白一块黑的，灯泡居然都没有灯罩子等等等等，就连赵丽颖头上绑的头绳，居然也就是几块钱一大把的廉价黑头绳。客厅里的画风也好不到哪儿去，墙上挂着绿色的标配苍蝇拍，桌上的老式电饭煲和暖水瓶，招呼着观众的历史记忆。尤其是电视机下面，居然还保留着一套 DVD 机，3大件的改开既视感，足够把围观的吃瓜客们完美瞬移到了一个莫名哭泣的场景当中去了。妥妥的回忆杀，足以让时代的温暖共鸣和心里面的柔软共情被巴适的翻烤1遍到 N 遍了。以至于当赵丽颖的出场的时候，家徒四壁的空间终于有了那么一丝带有阳光味道的生机出现，令人眼前一亮。深谙我的这种永恒与别不同的心得体会，不知道您能共鸣几分呢？别的先不说，光是看赵丽颖脸上辣眼十足，廉价感也十足，而且还特别油亮的地摊口红，是不是就有那么一种彻底语塞说不出的农村新娘子那味呢？深谙我之前也专门提到了，和幸福不笑还好，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和法令纹这些小细纹全都倔强地迸发出来了，让人立马跟着错觉丛生，
首先觉得这就是农村人发自内心的欢颜与喜色，跟着呢，又会突然烧脑，觉得这还是顶流女王吗？这种毫无形象包袱的转型突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和幸福的婆婆也是真实到卑微，卑微到烧脑。晚上的时候，这位婚宴当中勉强撑起家长门面的婆婆，居然穿着地摊上几块钱就能有找的破烂背心，而且还旧得发黄发皱的那种，一看就是家里面并不富裕的农村老太太款儿。万家村其他的村民其实也都一样，有的人家里依旧摆放着笨重不堪的老旧电视，下面的电视柜也都是蹭的掉皮的那一种，围着灶台打转的围裙上也带着抢眼必备的大补丁。可以说，从门里到门外，这部剧的写实画风给人的感觉就是处处带感，扑面而来的真实寒酸。但是呢，同时之间也呈现出了广大农村最真实的烟火气出来，让同时代的人最易感触和感想。话说回头，多少人都期盼着自己的爱豆穿上婚纱的那种美美的模样，远观近赏都应该会是衣香鬓影、落落大方的完美想象。结果呢，这部剧真的是把乡村的土气发挥到了尽头的极致了。赵丽颖穿上婚纱的模样，简直就是直接摔到土里面的感觉，浑身是土也就算了，土渣的妆容更加是不忍直视的那种，描眉粗犷也就算了，唇色居然还真的经常会掉色粘牙，丑不堪言。于是乎，这种跟精致的感觉完全走反向极端的妆容，让一大群铁杆粉丝纷纷表示不能接受呀。女王赵丽颖本来就是全民女神的化身，走上幸福的舞台，愣是给演变成了乡野的村姑，就差下一步吃饭喷饭、嘴角挂饭的传神升级版了。这种偶像全无、形象尽失的浴火新形象，不少网友都觉得暂时无法接受，直呼郑晓龙老导演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宝爱的爱豆变成了这副的模样。所以说到这，您也明白了申万我想要说什么了吧？那就是如果成功骗过了粉丝们的眼睛，那么这部剧就真的算得上是非常接地气了。农村剧如果像城市剧的话，试问那还是郑晓龙吗？于是乎，一场婚礼也同样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细节，从大量的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没有豪横的大宴席，也没有隆重的烟花爆竹，就连新人礼也没有，摄影师更谈不上，全程恐怕只有满满淳朴的乡亲人情味。也就是这样土里土气的画面感呈现出来了最真实的农村婚礼模样，这场合成功的引起了不少那代人的回忆。先知先觉的申万我也说了，这种土到泥渣的还原度，除了让真实的力度炸裂开来之外，更多的是成功转移了黑粉的注意力了。所谓人红是非多，剧红话题爆，这部《幸福到万家》才刚播出，讨论度就蹭蹭上涨了。什么赵丽颖第一次穿婚纱，什么张凯丽的女儿演技拖后腿，什么杨幂魏大勋被吸血等等的花边狗血，都纷纷成为了观众网友热议的焦点。大约是看不得赵丽颖事业红火，剧播得热热闹闹，却又无从智慧，结果赵丽颖的黑粉现在只能跳出来 diss 她这不行那不行了，又是嫌弃她不再年轻，在剧里很显老，又是说她演技不给力，和剧中老公完全一副不熟的状态，一点 CP 感都没有。这种为黑而黑的无力感，让申万我只剩下无力的同情了。赵丽颖今年进入35岁，正是转型青衣的黄金时期，恰逢土气的氛围感兴盛，此其时也。她无法跑回甚至驻足薛杉杉、陆贞的年代，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现在的她正在开创一个和幸福何其幸福的年代，再加上这部剧的题材和风格偏向写实，滤镜和灯光这块也不可能专注于塑造女演员的美貌了，因为毫无意义。真正的农村不可能存在精致的妆容和自拍的打光，脱了地气的悬浮农村剧什么都不是，更别提青衣。因此赵丽颖在剧里的生活气息浓厚一点，又有什么好被嘴的呢？至于说赵丽颖和剧中的老公没有 CP 感，这就更是为黑而黑了。这剧里赵丽颖和老公是相亲认识的，本来就带有盲婚哑嫁的成分，这要是一开始就彼此眼神拉丝，那才叫魔幻呢。而且结合片花来看，这剧里赵丽颖的老公也是有一条成长线的，他要从窝囊朝着有担当、循序渐进的发展，所以赵丽颖和他的感情也是一波三折逐渐升温的。因此赵丽颖现在和剧中老公看起来疏远尴尬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郑晓龙老导演对演员的要求一向很高，他既然愿意二度合作赵丽颖，就证明赵丽颖在这剧里并不拉胯，所以喜吃瓜瓤的观众可以继续土土地期待一下她的后续表现的。毕竟虽然赵丽颖的演技这些年逐渐薛定恶化了，但郑晓龙的水准一直是有保障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今年的爆款剧在形象大突破方面，真的应该算得上是这部郑晓龙导演的作品《幸福到万家》了。有人说，今年年内与该剧可以一较高下的应该是《梦华录》了。这种说法，申万我不置可否，因为年初的几套剧都很强横，而且申万我已经深扒畅聊过了，所以跟现在的热剧比较并不合适。而且横向比较的话，《梦华录》更偏向于女性观众。而幸福到万家可谓是把年轻人和中老年观众都一网打尽了，这实力，这受众真的没法比。有意思的是，幸福到万家这种农村题材的剧，只看简介的话并不吸引人，但在导演、编剧的双料加持下，一旦看完前2集就能让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了。当然了，无法自拔的还有那些表情无奈的黑粉了，因为黑粉们黑了半天，到头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黑了什么。赵丽颖的新剧《幸福到万家》播出，剧中台词"你跟大勋咋样了"一下子被拎了出来，引发热议了，而且直接就把不相干的杨幂跟魏大勋双双推到了莫名其妙的风口浪尖上了。热搜词条底下都是调侃这两人的奇言怪论，挑事的人一直坐等吃大瓜，而且这两人的对家更在其中大搅浑水，买了水军齐齐带节奏，都想把这个莫须有的黑锅成功甩给赵丽颖的团队，跟着等赵丽颖的笑话。结果呢，很烧脑。别看多家吃到瓜皮的粉丝们彼此之间真的是撕得厉害，但是呢，背后的情形真的是烧脑的厉害。因为赵丽颖、杨幂两家的团队居然彼此通气联系了一把，就在这个狗血词条上了热搜之后，两家团队就彼此沟通过了，倒也没有引发更多的误会出来。赵丽颖的剧一向都带梗，比方新万我在谁是凶手热播的时候所聊到的那些 Q 宋茜、Q 王丽坤、于和伟的操作都是同款。这次幸福到万家里面的婚纱，前夫哥也参与内涵了。所以赵丽颖作为女主角，当事人只要先知先觉就够的了。营销是门大学问，先知先觉、寻找安全区都是功课来的。所幸的是，否极泰来，该剧内部看片的反响相当好。据业内专业人士称，赵丽颖完全可以靠这剧冲奖了。新万我只能说，让曾经受过的所有窝囊气全都变成为往后的底气，都是大葱。说到这，新万我倒是希望王炸弟弟王一博也跟王炸姐姐一样，先知先觉地扔干净所有的偶像包袱，通过实际的行动给大家彻底洗一下脑，刷一遍眼睛，破除一下脑袋里的条条框框。因为王一博不少曝光出来的素颜照样抗打抗摔，相当耐看和真实。像赵丽颖一样七情六欲加分上脸的话，演技就会开始没有边界了。王一博的五官本身就长得棱角分明，很好看，所以即使是素颜也很有大男子汉气概。而且这些纯素颜照和妆后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生图看起来脸部有阳光，黑色带光芒而已。在证据当道、土气盛行的2022年里面，敢拍热烈的王一博会有更多汗水淋淋的素颜荷尔蒙外泄，越破烂越有感，您期待不？